老杨到处说，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有一段新闻在联合早报位置很高，新加坡联合早报是王岐诗，中国著名的学者。那就是大家知道，在决策层面，他的意见是受到尊重。王岐诗在新加坡，那谈中美关系的症结点是什么呢？他说，各自的症结点就各自国内的政治问题。他对中美关系的互动前景表示悲观。王岐诗说，症结点在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中美再多对话没有办法改善关系。定论。王岐诗呢，他也表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共识是用攻击中国来团结美国。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对华的政策立场也是一致的。同样，中国也因为美国这个外在的威胁而团结起来。王岐诗说，中美关系恶化的症结点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再多的对话没有办法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中国也已经不对改善中美关系抱任何希望，这个话很重。王岐诗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创始院长，那么他是昨天4月3号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兰国际研究院的讲座，回应与会者的提问，提了上述的看法。王岐诗针对中国国内一个非常主流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认为，中美关系处不好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退，中国迟早要在大国竞赛中胜出，因为无需在韬光养晦，战狼外交是安的，是对的。王岐诗明确表示不认同，他没说不认同，他不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很谨慎。从冷战的情况，他分析说，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苏联和美国的国力也是一升一降，但两国关系却没办法改善，以此推论，中美关系不必然因为国力的一升一降而恶化，症结点其实都在各自国内的政治问题。中国现在对国内安全的关注度大于对外部的安全，但美国就试图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所以他认为呢，蔡英文这次跟麦卡锡见面，北京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看看明后天就知道了。王岐诗他也认为，美国两党有共识，攻击中国，团结美国，美国国会跟白宫对华立场一致，中国因为这样开始呢紧张起来，团结起来。美国人谴责中国有他们的政治正确性，中国谴责美国也有中国自己的政策正确性。王岐诗他是这么看美国对华政策，这几十年来的立足点就是始终要改变中国，让中国变得少点共产主义，多点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少点，多一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一个内容。美国以为可从中国内部推动改变，当更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到国外留学，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中国就会改变。那个全球化理论对中产阶级那个理论可能对北京来讲很刺激啊！当然美国人现在明白了，特别是18大、19大、20大之后，中国还处于上升的状态，这个上升状态外界看来评估会不太一样，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权力结构还是获得巩固，中国的改变不符合美国人的预期。王岐诗也说，中国也一度以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只对金钱感兴趣，只要牺牲一点利益满足对方，中美关系就会好转。他其实这是对美国缺少全面了解的结论，事实也并非如此。美国不仅看重经济利益，它也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希望国家团结，解决种族之间的问题等等，很平实客观的一个视角。因此因为国内的政治关系，中美双方改变彼此的态度很困难，但为什么50年前就可以改变，而现在的改变不了？所以王岐诗很悲观，他悲观地认为，
再多对话也没有办法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他表示很有把握的说，其实中国已经不对改善中美关系抱任何的期望。为了证明这一点，王岐士说，我和一些决策者谈过，他们说，对于那些试图遏制中国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改善关系呢？我想这一点金正恩同志应该也是这个立场。王岐士今年74岁，74岁应该是老高一的。王岐士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院长，曾经在2008到2016年兼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也是多次访问美国很著名的学者。当然，最近一次是前年、去年，中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到美国来做一些私下的学术交流。因此，王岐士的谈话观点，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是了解中国政策的窗口。我们知道，中国的外交作风其实跟中国总体的国家安全观是息息相关的。现在的中共的20大，国家安全是非常显要的，专门一个章节。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扩大到16种的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和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安全多个领域。王岐士在昨天的演讲中说，中共领导人将国家安全成为治理中国的关键模范式。之所以如此要维护，是因为他受到或者感受到内部外部威胁的看法，这是对冲合法性风险的策略，确保当国家从发展优先模式转移的时候，中共在国内仍然继续获得支持，这是政权持续可能存在的合法性的问题。对冲，人们都知道，他认为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包括西方阵营，比如说美国、英国、澳洲，现在可能要加入法国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对中国的围堵，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高新科技技术的遏制。所以王岐士说，20大之后，中共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了决策的指导原则，是用来回应新威胁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中国认为目前正在面临极大的威胁，维持国家安全的能力不足，提出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也更警惕国内和国际威胁的联动。所以呢，刘亚洲将军这个案子如果被上升为政治案件，内外勾结，那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习近平在两会的时候呢，曾经罕见的点名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全方的遏制、围堵、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的严峻挑战。王岐士说，这个角度，这个谈话有很多解读，但他个人认为，习近平的话的言下之意是，美国的遏制导致中国国内遇到一些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但大部分的问题都跟美国相关。这也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点题。王岐士评估，当安全压倒一切将继续形塑中国应对国内外事务的作风，这个观念将加速执行，在习近平第3个任期甚至任期之后继续沿用，那就是个基本国策的概念。首先，第一，王岐士作为目前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问题专家，是属于重量级的智库人士，他的观点代表接近中国官方决策层的意见看法，很重要。第二，北京对中美关系前景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成效是悲观的，并从政权的安全性的高度上，已经对中美关系最极端、最恶劣的情境做了最坏的打算。第三，中美两国受制于各自内部的问题，很难在彼此关系互动上达成一个接近恐怖平衡的妥协。如果两个大国之间没有妥协，那就可能剩下斗争一条路。对于两个大国之间更趋于激烈的博弈，
势必对世界和平和国际政治战略格局带来难以预测的影响有准确的评估。第四，中美两国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北京看来是处于被动守势，亦或是过去10年来的对外政策决策作为上也出现了战略的误判，比如东升西降啊，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啊，放弃韬光养晦等等。如果有，谁应该负起主要的责任？第五，中国的改革开放40多年的改变，如果不符合美国的主观预期，是否也不符合中国现任领导人的主观预期呢？历史是不是正在重复斯大林当年的对战后世界战略格局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的误判呢？这些呢，就是悬而未决、没有结论的问题，可能有结论没人敢说。王岐时当然不会坦率直言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第六，想到了我们还能够继续看到习近平按照王毅的说法，那些超越历史300多年所有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热血沸腾？王岐时74岁，年事已高，在中国很难出现像基辛格这样到100岁还能够侃侃而谈的人，因为呢，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保健的系统可能不是太好。王岐时年事已高，仍然愿意呢，在尽最大的可能的直言不讳，不知道后来者能不能像他这样直抒己见。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新闻人物，曾经是香港脱星，现在已经成为了红星的彭丹院长。彭院长呢，现在也还是中国自公党的成员啊，那是甘肃省的政协的委员。司徒美堂老先生泉下有知，因为我感到傻，这一个自公党居然可以出了一位能够呢左右影响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人物。我们很期待彭丹小姐、彭丹院长能够给习近平的国际战略经济思想提供比王岐时更有分量的决策参考意见。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